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美国海军新闻网5月23号报道，美国海军呢准备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军演，出动兵力高达2万多人，这是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军演。那么这次军演跨越了17个时区，基本上快做到全球覆盖了。整个地球也不过是24个时区，17个时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装备和人员同时开展这种演训。那么它针对的目标应该说比较明确，就是俄罗斯和中国。比如说在大西洋地区的演习和训练，针对的目标主要是俄罗斯。而在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展开的相应演练，应该说主要的潜在对手是中国，当然也包括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么这次演习，它的代号是大规模演习2021。首先，它强调是一个大规模。那么美国说这是一代人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一次性的出动2万多人，出动大量的武器装备，跨越17个时区。可以说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这次演习并不夸张，因为确实在20多年来，美军出动这么多装备、这么多人员，在不同的大洋同时开展模拟演训，应该说是非常的少见。而且它出动的装备包括部署在美国本土、欧洲、非洲和亚太地区的海军。那么这些不同的军种、不同的装备，大部分呢都会参加。一共有36个单位，是吧？直接参战，当然这参战是打引号的，是吧？还有50多个单位呢，间接参与演训。从演训的地点来讲，应该说跨越了好几个洋，这里面包括大西洋、太平洋，可能还涵盖印度洋。那么美军想通过这次演习来验证什么东西呢？或者是模拟哪个对手呢？他们这次主要要验证分布式海上杀伤链、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新的作战理念。这些概念都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为应对中国、俄罗斯而采用的一些新的战术。那么什么是分布式海上杀伤链？那么过去呢，美国要想干涉某一个地区，往往会出动大批的航空母舰和航母编队、航母作战群，这个里面既有舰载机，也有各种各样的潜射的弹道导弹、舰射的弹道导弹或者舰射的防空导弹等等。那么各种各样的武器系统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海湾战争期间，或者是呢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的航母作战群往往就在这些国家的附近，然后出动舰载机，是吧？或者是发射巡航导弹，对相应的目标发动攻击。但是现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对付中国不灵了，因为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种类繁多，射程超远，而且速度还非常快。用航母作战群来对付中国大陆的相应的目标，恐怕一个是力不从心，而且本身它自己的生存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现在呢，他考虑分散部署。那么既然分散部署，那么它各个火力点的具体作战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集中火力呢？那就是通过这种分布式的海上杀伤链来集中指挥控制能力，集中他们的对主要的目标点的杀伤能力。由于它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发射平台非常分散，要想把它们都捏合在一起，通过网络网格的方式统合在一块儿，有一定的难度。过去呢，太平洋地区有太平洋地区的指挥链杀伤链，而大西洋地区有大西洋的指挥链杀伤链。那么到了印度洋，可能是又是一种指挥控制方式。现在呢，他要把全球各个地区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武器系统全部统合在一起，分散部署，集中攻击。这个呢，应该是它一种新的打法和战法。那么从理上讲，你从世界上各个不同的火力点发射相应的武器集中攻击某一个国家，甚至是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局部地区。那么这种攻击方式理论上讲比较难防，因为来袭的导弹和武器方向、速度、高度都不一样，你怎么拦截？这个确实呢是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
那么，怎么来对付这种所谓的分布式海上杀伤链呢？恐怕需要采取一些新的战术和技术措施。那么，装备呢，应该大力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和防天导弹武器系统，也就是把防空防天合在一起。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防御系统，不但要能够对付近程的、中程的敌方导弹，也要能够对付远程的敌方导弹。那么首先呢，美军现在是不是有远程或中程的导弹武器系统呢？目前应该还没有。但是美国已经退出了和苏联时期签订的中导条约，它现在准备大力开发射程在2000公里、3000公里，甚至是4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射程更远的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导弹应该说对很多国家都会构成极大的威胁。那么要想打击分布在各个大洋上的火力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相应的武器装备恐怕也是要进行相应升级改造的。比如说要发展高超音速武器，而且呢是机动的高超音速武器。机动呢包括2个方面，一个是你的发射基地要机动，另外呢，导弹发射出去之后，它的末端也能机动，而且要提升它们的精确打击能力，才能有效的对付这样的杀伤链。因此，攻和防的武器系统都要进一步的升级完善。那么，只要我们攻守的能力进一步提升，那么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所提出的这种分布式海上杀伤链最终呢就有可能被我们斩断。因此，武装斗争其实就是一个博弈，是攻防的博弈。只要你攻的能力强，防的能力好，最终呢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